记录8分时光，我是 Hunter， 欢迎到最新的一期开箱解评。今天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呢，就是眼前的这款来自 Marvel Legends 最近刚刚现货的 The Incredible Hulk 系列里面的第3款产品浩克2099。这款角色呢，很多朋友都不太熟悉啊。在漫画线里面呢，它算是主宇宙616宇宙的一个平行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呢，其实所有的超级英雄或者说以前的复联的元老都已经远去，无论是作为阿斯加德人的雷神也好啊，无论还是一些长寿命的人，他其实都已经不在2099的这个时间线上面了，他们都已经就是被历史所掩埋。在2099的故事线里面，基本上所有的人类已经迈向了另外一个阶段。那赛博科技，然后再就是大公司的割据，仿佛有我们当下生活的这个社会即将迈向的世界的缩影，或者说你把它当成一个纯粹的赛博朋克的世界也不为过。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面呢，我们的浩克2099人间体约翰这个角色呢，他本身是一个有一点黑心的商人，在一次商业掠夺行为过程中呢，他把警察引到了这个班纳骑士帮，或者说叫做浩克骑士帮这个骑士帮呢，因为当时那些超级英雄都已经远去了嘛，所以成立了什么，就是专门研究浩克、复制浩克能力的，有专门研究美队的，有专门研究我们雷神的。那雷神的话呢，在2099这个时间线里面是一个植入了纳米机器人的这个山寨版的雷神，跟这个内战里面托尼·史塔克克隆出来的这个雷神呢，有异曲同工之妙。然后呢，这一次呢，他是把一堆警察引过去干这些像邪教徒一样的这个浩克骑士帮的人，但是呢，造成了非常大的无辜的伤亡，他个人也比较内疚。在这一次袭击的过程中呢，他自己也被这个伽马射线给照射到了，他变成了浩克2099的版本。那这个版本呢，从合绘还有这个玩具的这个实物，你会看到这次的浩克造型非常之狂野，双头雕的配置，背后的这个毛发凌厉，而且呢，他的手指呢，他只有4根手指身材方面，与其说像浩克更往这个憎恶的方向去发展了，他已经越来越脱离人形的这个范畴，除了这一条牛仔裤之外，基本上身上看起来已经不像人类了。那么话不多说，直接来开箱吧。好的，本次浩克2099的全部内容物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非常大的一只身高方面是来到了，我看一下24公分左右的水平，个人觉得算是非常大的一个大块头了。在组合人面前呢，也都是完全不怵的。身边呢，直接做一个横向对比那我们这边比较标准的Maxi Series 的蜘蛛侠，你可以看到它就到这款浩克的横膈膜不到的地方大概就是这么大。而且呢，这款玩具呢，它在设计的方面，为了体现其兽化的特征呢，它是做的这个踮脚的感觉就是前脚掌着地。我是理解它想减少一个分件，同时呢又做出这个兽化效果，但又不想丧失这个脚踝的刚性。所以说，其实这个脚掌单看的话呢，面积其实非常的大，但是就是放到它的这个体型上，再加上它本身这个裤衩方面是用的以前的老的浩克的素体，在这2个底 buff 的加持下呢，这款角色呢战力性方面稍微有些欠缺，而且在现在武汉温度超过30度之后，你在室内如果不开电扇或者空调把温度降下来，它的这个战力性会随着时间和温度，然后逐渐这个脚部会逐渐发软，这点大家请记住如果说你要把它站柜的话呢，建议放在柜子的后排，给它一定程度的支撑。接下来呢，我们360的去旋转看一圈它的配件方面非常的直给，就是背后呢有2个洞，你可以看到呢，身上60%以上的零件呢全是新规，非常新的这个素体，而且身上呢有很多这种纹理的细节刻画，个人觉得还是非常耐看的。虽然呢硬塑料和这个软胶之间呢会有一定的色差，但是你把它背后的这个盖子给它插上，我觉得问题就不是特别大了。同时呢，这个头发这边断层的这个问题呢也就解决了就不会有那么大的这种割裂的感觉，这一点呢解决的比较 OK。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身上的细节。首先呢，这次的这个头雕，呢，我说实话，我觉得相比起漫画里面的造型来说，这个头雕呢做的真的是颜值方面做的非常的克制啊。头发的上半段的部分呢，给人的感觉更像是野蛮浩克，然后来到下半部分呢，就是有点像猩猩或者狒狒的那种感觉啊。但是实际漫画里面它更像是一只恐龙，或者说像蜥蜴一样的造型。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可能在设计师做了一定程度的二次创作，或者说他想把浩克2099更往人类的方向，就是原来浩克的这个形象去靠，所以说做成了这个样子。我觉得在浩克系列的收藏里面算是比较独树一帜的啊。当然呢，我更喜欢浩克2099在漫画里面那种更像是蜥蜴人或者说恐龙人的这种造型，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然后头部呢，采取的是哑铃球形关节，这个球形关节呢，对上这个小头来说呢，确实不会有太多的这个可动限制。你把头抬起来之后呢，侧面的这个地方过渡稍微有一些瑕疵，但是整个抬头幅度呢大概是这么多，360的旋转不会有干涉，低头幅度呢还行吧。左右晃头歪头看你呢确实是邪气十足，但是他确实在漫画里面是一个改过自新且要赎罪的正派角色，这一点呢反正大家谨记啊。感兴趣的话呢，不妨看一下 B 站大佬们做的视频，或者说自己想办法去翻翻漫画，甚至呢也可以去问一下这种 AI 软件啊。简单来说呢，这个角色呢虽然形象非常的可怖，但是呢为人正直，就或者说他一直在赎罪。身上的这个涂装部分，他做出了一定的这个高光和过渡，把这个紧绷的肌肉线条呢，立体感和张力是就是体现的淋漓尽致。还有这种全身暴起的这个血管部分，这个延伸，还有这种兽类的这个皮肤纹理，其实整个过渡方面这个地方还是有一点割裂，但是呢延伸到手臂之后呢，整个观感就好上许多。但是再往下面走的话呢，这个涂装呢，手上的这个毛发的这个涂装好像又回到了以前儿童玩具的水平。你看，就是这个地方的过渡呢，稍微显得有些生硬。如果这个地方涂装呢用更新颖或者说更加不规则的方式去呈现的话，我觉得会表现得好一点，甚至的往上面去做一点延伸，整体的观感会更加一体性会更加好一点。接下来呢，就是这次的这个手部，这个手部呢，说实话呢，真的蛮奇葩的，它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大拇指还就是它相当于有两边的大拇指，但是失去了中间的手指的感觉，是一个龙爪手。看起来呢就是握力非常惊人，而且这个爪子非常的锐利。爪子上面如果说能够刻画一些这种骨刺一样的纹理细节的话，我觉得这款玩具会更好一些。再加上这边的这个蝴蝶关节，反正它能够做到的这种大开大合的动作，或者咆哮的这个姿态是没有问题的，可以非常的还原。胸腰关节大家比较关心啊，挺胸幅度大概1格，弯腰幅度一点点，左右晃腰呢其实就是浩克的常规水平，然后再加上这个断腰的旋转关节算是比较常规的配置，大块头嘛。唯一的缺憾呢就是这边的这个稳定性问题啊，你可以看到它确实是有一点软且有虚位的，也可能是我个人这个地方有一点点中奖啊。整体的幅度还有可动性还有把玩的手感我觉得 OK， 但是如果说你想让它摆一个很大的这个 pose 的话，建议呢摆拍的时候呢多用点心在于它的平衡上，甚至呢需要去找一下，因为它这个脚部的这个接地呢旋转是有的，前后也都有，但是呢因为它是有一个斜度的，所以说你在摆接地造型的时候，你需要花更多的心思去适应它这个脚面的幅度。我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感觉啊。从上往下俯视，其实可以做出这种咆哮的姿态，整体的观感呢也 OK。那我们把它继续站直啊，因为很多朋友都是比较关心它跟原来的浩克放在一起到底是个什么水平。Maximum 系列放在旁边的话呢，我觉得因为那款升级的比较多，而且也不是说那么多人都入手了。
我相信呢，老素体，反正浩克的葫芦娃配色里面，大家总会有一款。那我这边拿出的是这个 Toy Biz 20周年的版本，它是完全立正的状态。然后这边的这个浩克2099呢，它是稍微有一点 A 字站立的状态。两者的身高呢，大概是这样一个水平。然后呢，放到背面去横向对比一下，因为它有点佝偻啊。所以说，虽然它理论上来说要比之前的浩克更高更猛，但是实际的参数比起来的话呢，大概就高出小半个头的这个样子，而且这个脑袋跟原来的这个 Bruce Banner 的这个头雕比起来呢，显得是非常的娇小。说到这个头雕呢，我们再换上这一次的这个替换头，这个替换头拔下来是非常丝滑，插上去。这个红眼的这个头雕，我觉得就传神多了，因为在这个漫画里面，它的另外一个特殊能力呢，除了锋利的这个爪子，然后其他的什么力量、速度啊、再生能力、耐力呢，基本上都是对标原来的浩克。但是区别于之前的浩克，它这个爪子呢，还有它的这个舌头呢，舌头可以伸长，甚至缠绕以及切割物体，那是一个非常变态的，类似于这个外星异种的这种杀戮型的生物特征。那跟浩克比起来呢，你可以看到显得我们之前原版的这个616宇宙的这个 Bruce Banner 是多么的慈眉善目啊！虽然两个人都是怒吼表情啊，但是这个明显像是一个坏人。但是我再次强调，这边的浩克2099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赎罪者。那今天把玩分享就到这边。这款玩具呢，说实话，在改模的诚意度来说，我个人是非常推荐的。因为如果你喜欢怪物，你喜欢浩克的这种衍生角色，其实在2099的这个时间线，它在漫画里面是要追溯到漫威公司呢，应该是在1992年，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开始的这个企划。那放到现在呢，虽然现在的这个浩克设定里面有万物之下呀，这个伽马能量的源头啊这些设定，但是在之前去翻看漫画的时候，这个2099宇宙里面很多设定呢都是非常的猎奇黑暗，且具有科幻感，而且非常超前。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追一下原版的这个漫画，或者说搜一下背景的故事。那这是我对于这款角色的喜欢和推荐的点。不足的地方呢，也有下盘比较的软。如果你能够接受这一点，或者说你在看我摆这个姿势的时候也没有说太纠结的话，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它不能算是一款就是非常扎实的大块头，但是上半身方面的建模还有刻画，我觉得是非常到位。尤其是这个红眼的这个愤怒头，这个愤怒头呢，确实是无论是喷印还有它的这个视觉张力呢，都已经是拉满了，个人非常喜欢。10分满分的话，我会给到它7.5分的分数。那你会入手这款浩克2099吗？下面留言跟我一起讨论分享吧。我是拖延 Hunter， 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个频道，拜拜。